大家好，又到了吃包菜的季節，但是有很多朋友在家总感觉做出来不夠好吃。今天就用圆白菜、雞蛋和粉絲搭配，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特色的農家菜做法，吃起來鮮香脆嫩，開胃又下飯，做法也特別的簡單。接下來就跟着我的視頻看下具體是怎麼做的吧，幾分鐘就能夠學會。首先來準備一顆包菜，最好是挑選這種包的比較鬆的牛心包菜，吃起來的口感特別的脆甜。那種包的特別緊的，建議大家最好是不用來做炒菜，吃起来口感差一些。再來準備上2個新鮮正經的母雞蛋，清洗乾淨。接着來準備一把質量比較好的龍口粉絲，放入一個大點的碗中，倒上溫水浸泡10分鐘左右就可以。不喜歡吃粉絲的，用乾粉條也可以。接着來切包菜，先從中間一切為2。可以看一下，這個包菜是包的特別鬆的，吃起來口感所以就特別的脆。當然，這主要跟包菜的品種有很大的關係。這時候呢，切就不要直接就切了，一定要像這樣先分下層，因為裡邊的偏小，如果直接一起切的話，就會導致外邊的粗細剛好，裡邊的切出來就非常的碎。像這種包菜就盡量切寬一點，不要切得太細。如果是那種包的比較硬的，就一定要切細一點。全部切好後，裝入一個大點的盆中。這時候一定要放上1小勺的食鹽，再倒上5克左右的白醋，這2樣能起到殺菌和消毒的作用。然後倒上一些清水，浸泡5分鐘左右。包菜炒之前一定要通過這樣浸泡，吃起來才更健康。接着來準備小料，大蒜和生薑適量，先拍破，這個剁碎就可以，不要剁得太細。大蔥少許切成蔥花，少許的紅辣椒，這個主要是搭配顏色，炒出來看着更有食慾。喜歡吃偏辣一點的，可以切上一些小米辣，改刀切成小丁。如果偏粗的，一定要剁碎一點。再來準備小蔥或者是青蒜苗，稍微多一點，清洗乾淨後也是改刀切碎。這個一定是出鍋的時候再放入，吃起來味道更香。切好和其他幾樣小料放在一起，再來準備一個小盆，把清洗乾淨的雞蛋打入小盆中，一定要放上少許的白醋，去腥的同時還可以使炒出的雞蛋更鮮嫩蓬鬆一些。用筷子向一個方向攪拌均勻。包菜通過幾分鐘的浸泡後，再清洗2遍，然後撈出控乾水分，這樣就很好的去除掉了包菜裡邊的一些其他殘留，吃起來更健康。粉絲泡透後，用中間這個線，只要把它拽斷，這樣粉絲做出來長短就非常的一致。然後控乾水分，再次倒入盆中，放上少許的老抽和植物油。老抽主要是上顏色，植物油呢，防止粉絲粘連，用筷子攪拌均勻，這樣粉絲做出來色澤黃亮，而且炒的時候不坨不粘鍋。當然，如果用粉條的，也是同樣的操作方法。全部食材準備好後，接下來起鍋烹飪，把鍋底的水分一定要燒乾，再放上多一些的植物油，先把鍋潤透，然後盛出熱油，再放上少許的涼油，油熱後
保持中火，倒入打好的鸡蛋液，這樣炒雞蛋和炒粉條的時候才不會粘鍋。用勺子向一個方向快速的推動，把蛋液炒至定型，然後再劃成大小均勻的塊。做這個菜，雞蛋一定要炒得稍微偏老一點，至表面稍微焦黃，然後盛出。鍋中再次放入少許的菜籽油，熬出香味後，放入適量的豬油，用混合油炒出來味道吃到更濃香。油熱後，先下入蔥薑蒜，炒出香味。再根據個人的口味，放上一些辣椒面，增加一些香辣的味道。不喜歡吃辣的朋友就不要放。一定要炒出顏色和香味後，再倒入控干水分的包菜絲。這時候一定要開大火炒，這樣包菜出水才少。炒至刚好變軟，大概10秒鐘，從鍋邊烹入10克左右的生抽醬油提味提鮮，再倒入拌好的粉絲。調味，放入少許的食鹽，適量的味精，少許的胡椒粉和白糖，中和味道提鮮味。一定要烹上少許的清水，這樣調料才能夠很好的炒至融化。再把切碎的紅椒丁倒進來，繼續保持大火翻炒，再放入炒好的雞蛋。先把這幾樣食材翻炒均勻，最後再放入切好的小蔥花，翻炒個30、56下，炒出香味，炒出鍋氣，讓粉絲能夠很好的吸收包菜出了些汁水，這樣吃起來又香又入味。然後關火出鍋，裝入盤中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用這個方法炒出來的粉絲和包菜，是不是顏色就很有食慾？而且粉絲炒的時候也不坨也不粘鍋，特別的好吃。尤其是冬天的包菜是很好吃的，價格也很實惠。做上這麼一盤，成本不到3塊錢。鮮香爽脆的包菜炒粉絲就做好了，下酒又下飯。喜歡的朋友記得幫忙點讚、評論、轉發、收藏。我們明天再見。